景明帝最寄予厚望的太子将拥有太过顺风顺水的富贵人生，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的道理，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拥有最正统的出身，手握得天独厚的优势，被帝王带在身边教养长大的太子，注定比不上从小被放逐边疆，经历过战场上九死一生的燕王，背负着克星之名的七皇子。即便因景明帝的愧疚，受封为燕王，玉瑾依旧被皇族兄弟们所瞧不起。只是他一步步走上帝位的路，看似波折，但谁又能想到，那个被皇子们抢破头的皇位，于他而言，也不过是无奈之举。反击齐王，拳打鲁王，暴揍太子，揭发襄王，力压蜀王。自从玉瑾认祖归宗回来之后，几乎将兄弟们教训的教训，得罪的得罪。这种情况下，他不登基为帝，日后麻烦事肯定会很多。再加上景明帝这8个儿子，挑挑拣拣，从出身到谋略，最后也就只有玉瑾能挑大梁了。只是与景明帝一心想要看画本子一样，玉瑾的梦想也只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罢了。都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可到了玉瑾这里，猪队友固然可怕，但猪对手也是着实可笑。自幼被送出皇宫，发配边疆的皇子，在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除了自身优秀之外，真是全靠兄弟们的衬托。而这其中最鲜明的，恐怕就是拥有先天的血脉地位，生来便是名正言顺的储君，却将一手好牌直接给打得稀巴烂的太子了。了解太子的一系列作死行为，就明白他是如何一步步将储君之位拱手让给七皇子玉瑾的。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何景明帝最终选择将帝位交给玉瑾，毕竟儿子不是数量多就好，还是要看质量的。无论是嫡出的地位，还是储君的身份，其他皇子都是倾尽全力的去争去夺，只有太子殿下一出生便轻而易举的拥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生母早亡，却给他留了元后嫡子的身份。景明帝对发妻的追忆和怀念，令他们这唯一的儿子得以稳坐大周太子的位置。太子平庸，景明帝便将他带在身边，手把手的教他。太子不着调，景明帝便给他寻了一位最贤德的女子为妃。无论太子犯多大的错，景明帝对他都是最宽容的。奈何太子终究是没有珍惜得到的太过容易的东西，扶不起的阿斗在太子的身上彻底具象化了。比起从小遭到诬陷，背负灾星之名的七皇子玉瑾，太子殿下的命简直好得过分。投胎是一个运气活，太子从景明帝元后腹中而出，便是他最大的依仗，也是别人根本夺不走的运气。如果他不作死，肯安分守己，即便在平庸无能，也可以顺利地接过父皇手中的皇位。景明帝培养太子所花的力气，是所有皇子之中最多的。太子的启蒙是景明帝亲授，他从小开始学的便是景明帝言传身教的帝王之术。太子妃杨氏也是景明帝在世家贵女之中千挑万选而来的。杨氏出身礼部尚书府，其父桃李满天下，杨家是也出了名的世家名门。未嫁入东宫之时，杨氏便才名远播，为贵女之中的翘楚和典范，并且杨氏姿容秀丽，端庄优雅，脾气秉性也是很投太子喜好的。所以当初太子妃入门，纵然太子好色风流，却也与太子妃举案齐眉，爱不疑地过上了自己的小日子。只是这样的日子太短暂了，不出1年，太子便腻了这样循规蹈矩的生活，又开始寻找莺燕燕。所谓色字头上一把刀，太子的富贵人生基本上都是毁在了他的好色之心上。无能的人自然会嫉妒能力出众的人，所以太子对七皇子的敌意基本上是从玉瑾被景明帝正式认回之后就开始了。玉瑾的才华和能力对于太子来说是一种打击，他不服气自己不如这个被发配的皇帝，但也确实技不如人。姜姒嫁给玉瑾，成为燕王妃后，入宫拜见皇后时，替皇后的女儿福清公主治好了眼疾，又与玉瑾一起揪出了藏于宫中的男巫细作朵嬷嬷。而这件事与姜姒最大的牵连，便是当初荣阳长公主已将朵嬷嬷安排入宫为代嫁，从她那换来了2颗男巫蛊毒，再借姜姒大舅母之手害死了姜姒的母亲。因此当姜姒的大舅母作茧自缚，有恶报，重病而死后，姜姒没有回去吊唁。这件事被太子得知，安排自己的人在朝堂上指责燕王妃。
姜嗣以生病为借口，可御医诊脉之后，却令燕王妃有孕的喜事得以被景明帝得知。后来太子将怒火发泄到姜氏的兄长姜湛身上，踩伤他的手，还打算只要他叫出声，就治他一个惊吓储君的罪名，却没想到姜湛死死忍住没有开口。赶来的玉锦话不多说，直接动手，把太子揍得景明帝都没认出来他。虽然玉锦因此被关入宗人府，太子不知道的是，他的报应却快要来了。景明帝的后宫有一名颇受宠爱的妃子杨妃，她有一胞兄被安郡王害死，可安郡王却被轻拿轻放。杨妃为此记恨安郡王，也记恨景明帝，所以暗中派人设计杀死安郡王报仇，又给景明帝戴了绿帽子，与好色风流的太子搅和到了一起。安郡王之死被查清后，杨妃的罪行曝光，同时他与太子在一起也被抓个正着。景明帝被太子气个半死，却终究只是将太子贬为靖王。虽然太子不争气，但他与太子妃之子纯哥却颇得景明帝喜爱，长子嫡孙，地位非其他皇孙可比。太子被贬后，给了其他皇子出手的机会，靖王暗害纯哥，令他险些溺水而死。幸亏当时被玉锦遇到，他提出有办法可以救纯哥，但太子却质问他是不是一定能将孩子救活，还执意要等太医过来。玉锦只是好意，而且这种情况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太子不关心儿子的死活，还在针对玉锦，气得太子妃举起一块石头，直接将太子砸晕，恳求玉锦出手。最终纯哥被救，太子妃对玉锦万分感激。后来姜嗣还提醒过太子妃，可以经常带纯哥去看望景明帝。虽然太子不争气，但这个孩子却是好的。纯哥的存在令景明帝气消了一些，再加上后来太子在景明帝遇刺时舍身相救，终于换来了复位太子的机会。只是即便这么多人在帮助太子，他依旧不争气。当时有一个县城内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景明帝派玉锦和太子一起去赈灾。太子到了那里，整日吃喝玩乐，活都是玉锦干的，功劳太子还想捞在身上。最荒唐的是，太子竟然觊觎一个有妇之夫，而那妇人的丈夫更是懦弱，直接将妻子献给太子。赈灾归来后，太子的荒唐事还没有被揭发，他就在玉锦和姜嗣之女的满月宴上看上了姜嗣的大姐姜衣。为了得到姜衣，太子打算用肮脏的手段算计，可这件事被玉锦的暗卫洞悉，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太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男子厮混在一起。最搞笑的是，因为玉锦身边的那只叫做二牛的狗在赈灾过程中立了大功，太子便开始觊觎二牛。太子以为二牛很好骗，便拿着各种好吃的来诱惑他，但二牛有灵性，分得清好坏，根本不理他。于是太子便迁怒于玉锦，想着只要将他除掉了，二牛自然就是自己的了。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没多久太子在赈灾时做的事情也被揭发了出来。原来是被丈夫献给太子的妇人因怀有身孕，再加上其丈夫将太子的赏钱花光了，便被逼着来到临安找太子负责，再要些好处。因为这一系列的荒唐事，景明帝被气到昏厥。然而这还不算完，太子刚刚恢复储君之位，不想再失去了，在慌乱之下竟然听从了一个婢女的建议，以巫蛊之术谋害景明帝。他以为将那名婢女灭口就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这件事被另外一名婢女发现，偷偷告诉了太子妃。太子妃不能眼看着太子谋害圣上，直接进宫去找了皇后。太子的计谋没有得逞，终究是把自己坐上了死路。而太子妃因举报有功，虽与其子女都被贬为庶人，但起码可以堂堂正正的活着。玉锦从一开始根本无心夺位，却偏偏被一步步逼着成了大周之主。反观太子，稳稳地握在手里10多年的储君之位，就这么被他一系列的荒唐作死行为给搞丢了。真的印证了那句话，人不作死就不会死。